公主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方才太后来过，发现你不见了，急得将整个护卫队都调去找你了。公主，你别这样。公主，你别写了。公主，你别写了。等我写到1万遍时，苗大哥就会忘记我。等我写到10万遍时，我也会忘了他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调查的结果如何？啊，那几个小宦官嘴巴倒是挺硬的，德顺已经让他们吃了点苦头，但是他们还是一口咬定，毫不知情。据小的调查，他们都并非来自来义宫，也不在同一个宫中当差。事发当日呢，都是被临时调派过去的。越是想撇清嫌疑，就越让人觉得是蓄意。哎，不过，德顺在一个叫小橙子的太监身上发现了一个锦囊，这个绣工不错，似是出自姑娘之手。哦，还真想不到本王的德顺如今变得这么风流啊！啊，殿下说的这是哪里话？德顺对殿下可是从我而心啊！心虚什么？我是在想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应该得到了我一点点的真传，算你机灵啊！殿下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很快就有人要露出马脚了。哎，杜太医，你可有听到这箱子里面有什么声音啊？能有什么声音啊？难不成这箱子里还有老鼠啊？啊，有老鼠啊！我最怕老鼠了，要不杜太医，你去看看。吓死你！杜太医，没有瑞王的吩咐，不能进。殿下，杜太医，殿下，您不能进啊！唉，殿下，杜太医求见，说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我说外面为何如此吵闹？哪个杜太医？老的少的？少的。哼，这个女人就晓得纠缠本王。放她进来。诺。杜太医道。唉，来，替我加副碗筷。加。诺。听说杜太医有份礼物想要送给本王。瑞王那么心急啊，就不能先等我用完早膳吗？
看杜太医这么气定神闲的，想必这份礼物对本王来说定很重要。事关瑞王最惦记的人。哎，不过趁这段时间，瑞王可以派人去宫里将聂昭仪请来，他恐怕比瑞王更感兴趣。哼，皇上的昭仪进出瑞王府合适吗？那就要看他愿不愿意冒这个险了。杜太医倒是引起我的好奇心了。来，给本太医换几个合口的菜：葱爆虾、狮子头、荷香蒸鸡。杜若，你可看清了，此处是瑞王府，不是酒家。瑞王想替聂昭仪洗冤吗？备，诺。赶紧将聂昭仪请来。同样的话，不想再说一遍。皇后娘娘说，只要将合欢伞放入聂昭仪的柜子里，在佯装搜到证物便可。事成之后，她会放奴婢和小橙子离开。可是奴婢实在太惧怕，已寻不到小橙子，所以才偷偷跑了出来。冬儿，这件事都是小的一个人做的，与冬儿她无关。求瑞王和聂昭仪放过冬儿。你倒是痴心一片。德顺，在。先将二人带下去。诺。起来吧。此次真的要感谢杜太医，替无双洗脱冤屈。聂昭仪不必谢我，这合欢伞本就是从太医署流出去的，太医署也有责任，微臣只是尽职罢了。聂昭仪也不必还我这人情。看来杜太医帮无双，全然是看在瑞王殿下的面子上。上天让我找到这逃走的冬儿，便是想让我将此事揭露出来。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，同谁都没关系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下药的人竟是皇嫂。太出人意料的真相，往往不是大家期望的。这件事情，瑞王打算如何处理？如今已有2个人证，本王必须立刻向皇兄禀报。不可以，这对皇上、云乐以及6宫都是太大的打击。把整件事情牵出来，只会雪上加霜，无半点好处。即便找出真相，难不成可以还云乐公主一个清白之身吗？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顶着这样的罪名活着吗？为何要让公主记恨你一辈子？这种牺牲，值得吗？皇后这般做，也是为了帮助皇上稳定朝政。妙明湖未当成驸马，便可留在新君，助皇上开拓新政。而太后是皇后的姨母，皇后这么做，其实比谁都愧疚。恳请瑞王，还有杜太医，万不可将此事告知皇上，因为皇上是皇后娘娘的一切。那你的一切又是什么？你所做的一切，委屈、牺牲，是为了皇兄吗？是。聂昭仪还真是顾全大局。那请聂昭仪告知本王，本王应当如何处置那2个人证？趁着天黑，放他们出宫。这算哪门子正义啊！我自己与皇上讲，
瑞王的决定便是杜太医的决定。杜若，就用你的药车，连夜将二人送出宫，让他们远走他乡，永远别再回这老路。这是今早宫门口的守卫送来的。聂无双，他为何要送冬儿出宫？莫非他们已掌握了证据？瑞王那儿的审讯有消息吗？听说公公们都已被放回来了，唯独少了小橙子，但皇上并未提及此事。聂无双，你是要替本宫认下这罪状？薛明义，你是将半个将军府都搬到上元宫来了吧？公主是金枝玉叶，老臣前来提亲，自然要表示诚意。今日来，老臣还要特意多谢太后，将小儿薛弼从天牢中放出。一点皮肉之苦，怎能消解我心头之气？太后若有任何吩咐，老臣万死不辞。你用不着向哀家表忠心。太后圣明。先帝在世时，你是先帝的左右手，很多事情，先帝不愿让哀家知晓，却并不瞒着你。老臣愚钝，还请太后娘娘明示。既然民已成炊，哀家可以免去你们父子的罪，亦可将云乐公主许配与薛弼，但哀家要用你一句实话来换这桩亲事。臣定知无不言。此事埋藏于哀家心中多年，一直在纠缠着哀家。当年哀家生云乐时，明明听到的是2个孩子的哭声，为何哀家醒了之后只剩下1个孩子？哀家想知晓那个孩子的下落。太后娘娘当年确实是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只因皇子命薄，刚刚出生后就不幸夭折了。你敢起誓，你不曾与先帝一起欺瞒哀家吗？臣不敢妄言。臣若是在此事上欺瞒了太后，那定让薛家家破人亡，断子绝孙，不得善终。用力，用力呀，娘娘，娘娘，使劲，用力呀，娘娘，使劲啊，娘娘，再加把劲儿，快了，好像是双胞胎，快去叫太医。臣薛明义在此起誓，若日后对皇上有所不忠，那便让薛家断子绝孙，家破人亡，不得善终。带着朕的旨意，前往静妃宫中。若静妃诞下的是一双公主，那便是朕之幸，公主之幸。朕要他们平安喜乐一生。若诞下的是一位皇子，一位公主，那公主可留于宫中，皇子要送出宫外。朕要他远离宫中的争斗。而如若生下的是一双皇子，皇子和静妃绝不可共存。要委屈他们的母后了。皇上，要不要让静妃娘娘见一见这个孩子？毕竟她是孩子的生母啊。你不用劝朕了，朕想得很清楚。若非静妃咄咄逼人，朕又何必出此下策？以她的性格，倘若诞下皇子，必然会不择手段把他扶上皇位。
而凤鸣还有凤青就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为了保全他二人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只有将静妃诞下的皇子送出宫去，不然朕可能会失去2个皇儿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保全朕的血脉。臣明白，请皇上放心，臣定将此事办得滴水不漏，不负皇恩。只是，皇上就不想见一见小皇子吗？不见了，朕恐看见他，狠不下心。若遇到任何阻挠，拿此牌去，见牌如见朕。诺。这小公主哭声真响亮，小皇子倒是安静啊。是啊。呀，大将军，此地乃静妃娘娘的产房，男子不得随意进入。皇上政务繁忙，无法脱身，所以特派本将军前来探望静妃娘娘。静妃娘娘母子平安，已产下一双龙凤胎。哦，抱过来让本将军看看，回去也好向皇上复命啊。这皇子怎么没气了？你们是如何保护皇嗣的？小皇子明明好好的。皇子没了，这房间里的所有人办事不力，全部处死！大将军饶命啊！将军饶命！大将军饶命啊！将是我薛家最后的护身符。好了，朕不是说了吗？皇子已没了。不会的，皇上。臣妾明明听到皇子的哭声。朕明白，你心里很难受，可这是事实啊。不是的，皇上，皇上不是的，分明公主都好好的，皇子也定是好好的。皇上，你告诉臣妾，是不是你把皇子藏起来的？是不是？静妃，朕不是说了吗？皇子已经死了。你不相信朕吗？你这般追根问底，难道想与朕撕破脸吗？皇上，为何要这般对待臣妾，这般残忍？本来应该属于臣妾的，你却要一抹而过。你是说封后的事？我王家为兰国血战沙场，建功立业。本来皇上答应过臣妾，待怀上皇子之后，要封臣妾为后。为何出现一个季柔桑，皇上就被迷惑的判若两人？若不是他，臣妾早已封后，执掌六宫，母仪天下。好了，休要再说下去。此事以后永远不许再提。静妃，你就当做老天对你的责罚吧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
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想做皇后，你凭什么母仪天下？皇上，要罚，你就罚臣妾好了。皇子是无辜的，他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，皇上。静妃，朕若是你，便接受这个事实，好好的照顾凤鸣，她以后便是你唯一的皇儿，谁也抢不走。凤鸣将来是我大兰的皇上，你便是皇太后。若你一意孤行，那恐怕你连凤鸣都保不住，到那时便真真无依无靠了。不，皇上，臣妾求你了，让我见见我的皇子吧！好了，求你了，再说亦无用，将你的身体养好再说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太后，宁心药到了。先帝对哀家总是这么狠心。太后娘娘不要过于悲伤啦。哀家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千万个小心疼爱，到最后还是棋差一轴。太后，小的斗胆说一句，那日皇后娘娘已在聂昭仪宫里搜查到了证据，你为何不追查下去呢？聂昭仪是皇上的人，牵一发动全身，谁是主谋，谁是帮凶，还有区别吗？事已至此，多说也无益。如今宫中上下把矛头都指向了聂无双，若他真的能一己承担的话，哀家还真会高看他一眼。小的听说，公主到翠华轩找过聂昭仪，大闹一通之后，碰上刚去找聂昭仪问个清楚的妙将军，公主最后哭着回宫，将自己关在明月宫里，谁去也不见。妙明湖与云乐说了些什么吗？两人相对无言良久，妙将军最后说，薛将军和公主才是天生一对，他早想拒婚以成人之美，公主是玉宇泪先流。这就是贵为金枝玉叶的苦啊！人都散了吗？哦，都已走了。你打算一直站在那儿吗？你们都先下去吧。诺。从小到大，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一日，这一刻，你成为我的心腹，我的妻。我经常都会在梦里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当这一切都成真的时候，我发现
我骄傲不起来，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一切本都不应属于我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不是该喝金酒了吗？云乐，我已把酒给戒了。别喝了，云乐。我明白你心里难受，若有何情绪，你尽管向我发泄，但是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从前不知，原来酒真的可以浇愁。云乐，从小到大，每一次你不开心，我都会扮马给你骑，逗你开心，你还记得吗？来，今夜我宁愿把什么都忘了。云乐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会去做。尽量不要在我面前出现，可以的话，话也别说。云乐，不论你愿不愿意相信我，愿不愿意把这当成你的家，我都会永远守护你。少喝一点。我再也不能等你回家了。夜晚漫长，不找些事情做，真是难以打发这大把大把的时光。都是我连累了你，娘娘，你怎的又讲这样的话？还好有你不离不弃的陪我，否则这深宫该多寂寥啊！可我到底也不是娘娘，你真心希望陪伴的人啊。这只荷包，我见娘娘已经绣了好几个月了，怎么还没绣完啊？拆了绣，绣了拆，总是不满意。等我绣好了，便可送与可心。玉嫔娘娘总是对云妃娘娘这样好。其实，花容易绣，难绣的是姐妹的情谊。并蒂芙蓉花，长夏香雨存。君子莫贪一枝好，
愚者何了生？娘娘，怎么了？可是吃坏了什么东西？初云，别喊了，没事，我喝口茶就好了。我只是觉得今晚一直心慌。听说兰国公主今晚大婚，将军的消息真灵通，焦桐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丧气的大婚。我们离国的那位公主呢？高烟成日困于小情小爱，只要顾青红还在，他就成不了大事。萧凤鸣清楚她肚子里怀的是顾青红的种，更不会相信她。姓萧的脑子里的那句口诀对打开宝藏至关重要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想办法拿到它。将军放心，我不会将全部的筹码都放在高烟一个人身上。我已在兰宫安插了另外一枚棋子，只是在思考如何巧用之。离王如今对我的信任已经到了奉若神明的地步，而今是万事俱备，只等圣女和神鸟现身了。我可以感应到，有了天类神石之后，萧凤清身上的能量在逐渐加强。且让他先尝尝甜头，等失去的时候才会更痛。放心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家了。有人来了。娘娘，这天啊，是一日日热了，可比这天气更热的，却是宫中的另外一处。德妃的意思是，翠华轩？可不是。这几日也不知怎么了，皇上拼了命的往那边跑。方才得知，皇上今夜又要去翠华轩用晚膳。宝婕妤的死不了了之，云乐公主喝了合欢散的事，皇上也只字不提，反倒对那个聂昭仪宠爱更甚。相比之下，我等就少了这为皇上分忧的狠心。不过，皇上对德妃妹妹的宠爱也是不输他人的。这单单御厨每日送来的贡品啊，也是有增无减的。哼，但自本宫有孕之后，就不便伺候皇上，皇上也少去关雎宫了。嗨，这说来说去呀，还是妹妹命最好。无论是在离国还是兰国，都被视为掌上珍宝般来疼爱。如今又有孕在身，这未来的前途啊，无可限量。姐姐过奖了啊！来，快尝尝，这是我特地差人做的脆皮马蹄糕，配上这雨后的龙井啊，正好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娘娘，你应该不会是……是了，紫娟，本宫是不是2个月未来月信了？快，差人去请太医。对了，找窦太医，还不快去！这可是大喜呀，姐姐，恭喜姐姐！只恐又是空欢喜一场。不会的，妍儿与姐姐情同姐妹，定会将自己的福分也分给姐姐的。往后啊，这安胎用的补品就可以姐姐分甘同味了。我与我孪生的姐姐无缘，如今上天赐我另外一段姐妹情，可心定当真之重之。哎，估计这会儿太医也快到明福宫了，就不与妹妹聊天了。啊，那姐姐快去吧，妹妹还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呢。
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我们娘娘面前耀武扬威？娘娘，奴婢听说，当年云妃得宠的不明不白，而玉嫔则失宠的不明不白。奴婢瞧着，这背后啊，应该是个将亲姐姐做了垫脚石的故事。他和玉嫔这本旧账，恐怕不止本宫，这后宫中的人都很好奇吧。终于等到，本宫倒要看看，他是不是真的问心无愧。恭喜皇后娘娘，云妃娘娘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目前胎相稳定。只是娘娘平日里身子有些虚弱，还需多加静养。另外，在心情上还有饮食上，均应该格外注意。好，那就好，就有劳杜太医了。云妃娘娘腹中胎儿有杜太医照看，本宫最是放心不过了。微臣定当竭尽全力，直到娘娘生产。那云妃就有劳杜太医了。尔等都给本宫听好了，如今云妃娘娘有孕在身，尔等都把眼睛放亮了，腿脚勤快些。要是惹娘娘心烦，伤了胎气，伤及皇嗣，尔等可担待不起。谨遵皇后娘娘教诲，多谢皇后娘娘。宫中总归是有了一件喜事，皇上近来忧心国事，得知此事必定很高兴。皇上驾到！刚正说着，皇上就到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微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如今怀有身孕，这些礼数就通通免去吧。杜太医方才已经瞧过了，云妃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好。今日有人上书，讲今日5星汇聚，是吉兆。真没想到，真的会这么快。而今呢，你什么都别想，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。若有何需要的话，便说与朕。皇上，臣妾的亲姐姐玉嫔还未知晓臣妾怀有身孕，臣妾想亲自去趟紫微宫，将这个喜讯告与她。难得你有心，玉嫔定会为你高兴的。谢皇上。娘娘，自打你早上散步回来就焦躁难安的，到底发生何事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云妃娘娘到。娘娘，云妃如何来了？她是我的亲妹妹，不会对我如何的。尔等都出去吧，若无本宫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诺。你也下去吧，把门带上。诺。玉嫔，一切还顺利吗？一切顺利。皇上去明福宫了。皇上说让你养好身子，孕期一切礼数从简，还说只要你有何需要，尽管告诉皇上。我就晓得皇上心里有我。你未露出什么破绽吧？妹妹说的话我都牢记了。去把衣裳换了吧。
玉嫔，你说什么？你怀了皇上的龙种？我已2月未来月信，近来常常感到恶心欲呕。看来你是在紫薇宫待的精神失常了。皇上有多少年不曾宠幸于你了？不是，是德妃身边的宫女，那个叫焦桐的。你是说聂昭仪说的手持铁臂那个宫女？正是，她有些古怪，好似是精通妖术。2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她用妖术交换了你我的身体，把我带到了皇上身边。皇上把我当成了你，你说什么？我晓得这听起来难以置信，直到今日，我都觉得那天晚上似做了一场梦。可肚里的孩子，他是真实的。你来我这里，就是想跟我炫耀如何勾引皇上，怀上龙种的？不，可心，你对我的误会太深，我比谁都期望你好。如今宫里太危险，够了，姚克斯，我真是太小看你了。你抢走了原本应该属于我与皇上的孩子，你倒还在此装可怜。我没有，你听清楚，若有人知晓你怀有身孕，那可是欺君大罪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算你有100张嘴，也解释不清楚你肚子里到底怀的是谁的野种。可心，你要相信我，这真的是皇上的骨肉。我相信你啊，那别人呢？别人会相信你所说的荒唐话吗？不过，念在我们姐妹一场，我倒是愿意帮帮你。玉嫔不可以怀孕，可是云妃怀孕就是理所当然。你是何意？怎么，不愿意呀？是谁口口声声说愿意为我这个妹妹做任何事情？可是，这能瞒住吗？你我的相貌在别人看来是毫无分别的，你只要演好这场戏，我答应你，过去的事情便既往不咎了。你好好思量吧，还有什么法子能弥补你这掉脑袋的大罪？你可以不惧怕死，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呢？原来我错过了如此多的精彩。好一个偷龙转凤，有意思。萧凤鸣，就算你心思再密，你做梦也想不到吧？不能耽搁太久，不然你的好姐妹雅美人该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。你放心，她对我很忠心。待顺利诞下龙胎，我自然会收复失地。到那时，我要好好收拾聂无双和高烟这2个贱人。可心，高烟的人品我不清楚，可是无双……够了，谁是你的亲妹？你好好想清楚。这可是咱们姐妹俩重修旧好的关键。待杜太医下次例行检查之前，我会再过来。你最好每一日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紫薇宫待着。御膳房那边，我自然会去安排。我可不会亏待了我的孩子。好，晓得了。这云妃终于怀上皇嗣了。是，这几日皇上心情大好，
也不时去明福宫看望云妃。德妃与云妃都怀了皇嗣，那聂无双心中定不好受。若不是他在酒里下药迷了云乐公主，妙明湖早已成为驸马，是太后的人了。皇上也不追究此事，更何况薛弼已身为驸马，旧事重提，只会伤害云乐。淑妃就只懂得幸灾乐祸。你除了你父亲许环山和哀家这个姨母做靠山外，你还有其他的本事吗？新君那边可有何消息吗？回太后，臣妾听父亲讲，皇上与瑞王每日都会去新军营巡视。妙明湖上任骠骑大将军以后，威风得很，薛家望尘莫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众人皆言，瑞王与妙将军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谁都离间不了。谁？指的是哀家吧？皇后，瑞王异于常人，你是亲眼所见。瑞王将聂无双带入宫中，难道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吗？瑞王自幼丧母，视皇上为唯一的亲人，生死同心。臣妾相信，即便瑞王有什么变化，也绝不会伤害皇上。这是皇上跟你说的吧？昨夜瑞王回宫后，皇上似乎松了口气，向臣妾有感而发。那是皇上知晓你今早会来上元宫，想借你之口告诉哀家，皇上誓死都要保护瑞王，哪怕牺牲哀家。皇上绝无此意，母后请勿多疑。人与人之间的背叛，就在一瞬间。哀家也比谁都想得开。哀家为皇上的仁慈感到悲哀，也为皇上的善良感到高兴。以后这背叛的痛苦，他承受得了吗？季柔桑，不论你是死是活，或是逃走了，对哀家来说都是阴魂不散。都退下吧。如此倾城之色，后宫无人可及。还是不愿同朕说话吗？你是有难言之隐，还是讨厌朕？朕已命人在御园中种下了你最喜欢的曼珠花，愿意与朕去看看吗？我叫季柔桑。你说话了，你终于说话了。季柔桑，是你的名字吗？季柔桑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柔桑，朕要你永远留在宫中，为朕生一位皇子。
妖女，来历不明的妖女。将这妖女推下山崖，看她的妖术还怎么救她。不是你们害我娘，你救不了你娘，去。凤青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当你长大成人之后，会有更重大的使命。你的三哥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你走了，凤青也不会好过的。凤青。你可真够狠毒的！当年抢了先帝对哀家的宠爱，如今又让你那个孽子来离间皇上与哀家的母子感情。你以为大兰今日的盛世都是你的功劳吗？嬷嬷，这箱子可是你叫我搬来的，瑞王曾说过，不许任何人碰它。拿出来晒晒，也让聂昭仪看一看。听闻昭仪的女工很是出众，这些都是瑞王从小到大的衣裳了。这做工可真是精细。这样的女工，在当年兰国的后宫里，可谓是前无古人。江南最优秀的裁缝和绣娘，也未能将丝线运用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季美人真是老奴这辈子见过最美丽、最出众的女子了。先帝将季美人带回宫里的第一晚，他就迷倒了所有人。老奴伺候过不少娘娘，却从未见过哪个女子的皮肤如凝脂一般洁白。她自带着一股芬芳，难怪先帝一见到她就无法抗拒。季美人将兰宫变得花团锦簇，那时候百鸟争鸣，蝶语雀舞。池里多了好多彩色的鱼，季美人真是下凡的仙子。后来大兰蝗虫祸起，季美人竟以土笛之声将蝗虫赶走。
那女人定是个妖物，这些毒虫都是她招来的。快把他们都给我烧了！诺，快！所有人都听信谣言，以为宫里的毒虫是季美人引来的。恰好都城附近又突然爆发了鼠疫，先帝无奈，只好下令关闭瑶阁。自那以后，季美人天天在瑶阁为瑞王做衣裳，就如赶着时辰似的，没日没夜地做。说是要让瑞王每年过年都能穿上娘亲做的新衣。那岂非要做到瑞王100岁的衣裳？那得要多大的箱子啊！只可惜呀，做到第25件，季美人就出事了。瑞王今年25岁，那往后都穿不着亲娘做的新衣了。傻小子！往后瑞王的衣裳就由瑞王妃来做了。季美人定料到瑞王25岁那年会成家。那瑞王妃会是谁呢？瑞王前阵子是与谁泛舟江南呢？杜若杜太医。瑞王没把他踢下水，看来是对他有好感。可是杜太医若是真的成了瑞王妃，那瑞王可就惨了。他从小也没有娘亲，哪会什么针线活，更别说为瑞王做新衣裳了。是以今日老奴才将聂昭仪请过来啊。昭仪的女工，宫中无人能比，定是非常熟悉裁剪针法。若杜太医有幸做了瑞王妃，昭仪这位皇嫂也请多多从旁教助。昭仪，可明白老奴的意思吗？林嬷嬷用心良苦了。就让这些旧衣裳享受一下太阳的温暖吧。哎，24套，那最后一套呢？哦，被凌嬷嬷给拿走了。那我们去偷看一下。哎，夏兰，不可以啊，不能进去的。哎，夏兰，真的不能进去。恍惚就如昨日之事，对吗？你怎么在这？我怎么在这？这句话该是我问你吧？没事跑来看我娘给我做的衣裳干什么？好奇啊。你对我就只有好奇2个字？还有啊，讨厌。那本王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凌嬷嬷没告诉你吗？我娘只为我做了25件衣裳，我今年穿完最后1件就没了。
那是因为你要成家，以后会有瑞王妃给你做。是吗？或许因为要离开了，或许本王要死了。你别胡说。或许有一日我会如我娘一般，一夜之间就突然消失了。答应我，你为我做一件新衣裳好不好？我真的很想拥有你一针一线为我做的衣裳，我想要只想穿着它的感觉。那个林嬷嬷说要做樟树鸭，缺了一味陈皮，让我送过来。这些都是瑞王喜欢的小菜。方才我在厨房里已经教过杜太医了。我没同嬷嬷学，我只是在厨房待了一会儿。那便下次再学。今日难得聂昭仪来此，就当感谢聂昭仪请杜太医医好了我的病啊，请。嬷嬷客气了，杜太医并非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医治林嬷嬷。医治嬷嬷那是太医署的职责，与瑞王无关。聂昭仪可未说是瑞王。下来，多嘴。本王饿了，嬷嬷，今日难得有这么多人陪着本王吃饭，开饭吧。来啊！哎，给杜太医夹菜呀。德顺，在，给杜太医夹菜。诺。嬷嬷，杜若自小就不懂厨艺，更不懂女工，太医署还有事，杜若先告辞了。杜太医，瑞王，本王从来不拦着他人做正事。太后有旨，任何人不得离开瑶阁。有人私藏妖妃遗物，搜！好大的胆子！先帝早就下令，将那妖女的遗物一概烧毁不留。有人竟在瑶阁私藏妖女遗物！太后明察，这些不是什么遗物，是瑞王的衣裳，是季美人为瑞王所做的衣裳，只有25套。放肆！你以为哀家认不出是出自那妖女之手吗？不伦不类的东西，简直犹如我大兰的国体。来人呐，将它烧了！太后仁慈，这些衣物是瑞王对王母唯一的思念，是一份想尽孝而无能为力的孝心。求太后开恩，将这些衣物留在瑶阁吧。这是季美人留给瑞王唯一的东西了，求太后开恩，老奴再也不敢拿出来示人了。留在瑶阁也可以，但必须得同当年一样，烧为灰烬。不能烧啊！不能！
哀家也是在履行先帝的遗命。你是皇子，理应罪加一等。念你娘亲尸身下落不明，哀家就不追究你和这贱婢的罪了，烧了这些妖物，小惩大戒。还有一个箱子，打开。诺。哎呦！你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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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，季美人竟给瑞王做了这件衣裳。萧凤卿，竟是一件龙袍。那妖孽为你做了25套衣裳，最后一件竟是这套，处心积虑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不是的，并非是这件衣裳。季美人给瑞王做的最后一身衣裳是一件战袍。狡辩！萧凤卿，谋逆之罪确凿，亏你三哥如此器重你，你却狼子野心，以怨报德。嬷嬷别怕，这是太后的圈套，本王做事问心无愧，不惧小人栽赃。证据面前你还敢抵赖？来人，请皇上来断断是非。聂昭仪，皇上仍在批阅奏折，今日恐是没工夫见昭仪了，或是明日再来吧。林公公，我确有十分要紧的事。恕小的直言，昭仪所言的要事，这宫中多少人都唯恐避之不及。你越是向皇上提起，越是对瑞王不利呀。皇上，聂昭仪已走了。今晚还有谁来过？除了聂昭仪，杜太医也来过。出去吧，今日谁来的不用通报。皇上，杜太医是为林嬷嬷求情的，说她年事已高，病情又刚好转，在大牢那个地方，着实是吃不消啊。林冕，你认为瑞王会有取朕而代之的想法吗？小的服侍皇上多年了，瑞王打小就把皇上当作是他最敬爱的兄长看待，无论看到什么好的，都会想到皇上。经历了多少起落，对皇上依旧是忠心无比啊。瑞王对朕的忠心，朕也从未怀疑过。只是母后对武帝的欲加之罪，现下如何了？林嬷嬷都一力承担了。你看，这衣裳针脚蹩脚，衣料也不新，一看就是急赶出来的。皇上英明。母后如此做，就是欲将失踪的季美人引出来。传朕口谕，将林嬷嬷提调出来，迁回瑶阁关押。诺。三哥，人死了会变成鬼吗？老嬷嬷总是说，宫里面藏着许多的鬼。父皇说，人死了以后，天上的星星就会多一颗。你娘是仙女，不会变成鬼的。你的娘亲定会在天上望着你。若你以后想你娘亲，就在这儿吹着笛子吧。武帝，世间再珍贵的东西，你我弟兄都可坦然面对，但唯有无双，却时时给我出了一道难题。我以为你只是一时脑热，
放了一个女人在我身边，谁知我也是越发放不下她。若那一夜我真的宠幸了她，也许今时今日的烦恼倒是可以迎刃而解了。今早皇上给哀家奉的茶特别浓，是因为母后今日心情特别好吧？自云乐不能嫁给妙明湖后，哀家的心情就没好过。是以母后就把季美人留给凤卿唯一的遗物给烧掉了，以泄心头之恨。皇上终于肯面对困局了。季柔桑包藏祸心，死前为瑞王做了25件衣裳，这最后一件，也就是今年，竟然是一件龙袍，哀家岂能不怒？那母后以为朕应该如何处置呢？季柔桑已死无对证，凌嬷嬷又要一力承担，那就处决了他。至于瑞王贼子野心，那就发配他去西周开凿水库吧。那这么一来，他至少要离京10年8载。对，这就是哀家的心意，也是对瑞王的极度忍让。为何母后如此容不下武帝？怎知乎令人假作龙袍，以构陷他篡位之罪？司衣房的长侍昨夜呼唤疾病而亡，尸首立被抬出宫中火化。只是毁尸灭迹虽快，但朕仍在长侍的住处找到了这块龙袍的碎布。皇上是在指责维护你的母后吗？哀家是在想法子守护替你打下来的江山。朕的江山，朕会与武帝一起守护。朕绝不会陷他于不义，朕也不愿武帝成为朕与母后之间的一根刺啊！皇上和哀家何止瑞王这一根刺？先帝给皇上的至尊宝藏遗言，哀家不能问；季柔桑的尸体失踪，瑞王超乎常人的神功，哀家不能问；连自己女儿云乐公主被人下了合欢伞，哀家也不能问。试问皇上，哀家还有什么可以掌管？皇上自视是哀家唯一的依靠，如此便可视哀家如无物。儿臣不敢。武帝是儿臣的家人，儿臣定当全力保之。对母后，儿臣也定竭尽所能。可是朕要统一南北，安天下万民之家。倘若自家已是相互残杀，朕又何以安抚众生？儿臣告退。
几位娘娘，这些是公主大婚之日的喜饼。这样的东西吃了，不晓得会不会沾晦气哈？姐姐可真会开玩笑。也许这喜饼有福气，能助你如云飞一样喜得灵儿呢。你未闻大婚之日，驸马被赶出屋外头，他们这般过日子，能传宗接代才怪呢。对了，云飞的姐姐玉嫔连大婚观礼都未去。焦桐，在。去把这喜饼给玉嫔送过去。诺。宫中难得有喜事，大家都该沾一沾，对吧，云飞？德妃娘娘真是会做人，都提前替本宫想到了。还是尝尝本宫命玉箫特意做的猪油酥饼吧。哎呀，本宫差点忘了，这怀有身孕之人，自是沾不得油腥的吧？云飞这几日的胃口是好多了，想想本宫头几个月之时，可是一点油腥都沾不得。嗨，皇上和皇后千叮万嘱，杜太医又过分小心翼翼，本宫这几日的膳食清淡无味，因此嘴馋了。一会儿杜太医要过来给本宫请脉，告辞了。姐姐慢走。有个龙种，瞧把他给得意的。德妃啊，本宫若是你，是断断不会让他爬到自己头上的。初云，帮我再拿一些话梅。娘娘，他们是听不见的。娘娘有什么吩咐，不妨让奴婢来代劳吧。你怎的在这儿？怀孕的是云飞，但娘娘肠胃不振，总想呕吐。都说孪生姐妹心意相通，果然不假。是因为近来暑热，身体有一些不适。奴婢身怀异术，让奴婢摸摸娘娘的肚子，就知道娘娘为何不舒服。我能让你开口说话，